乌克兰现在到底咋样了？乌克兰那边现在是一个啥子情况呢？为什么感觉前几天一直都没有什么新的消息呢？这是一个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？今天我带你们看一下乌克兰目前的一个现状，再来说一下接下来的一个发展会怎么样。但是开始之前，我想问一下你们，在你们的印象中，最近乌克兰是一个什么情况呢？现在比以前好一些吗？或者说还是像以前的样子？只不过现在大家都不能讨论这个问题了。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，我的名字叫 Marky， 我是德国的小伙子，生活在中国，在四川成都。所有的第一次刷到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欢迎来看一下今天这一期。现在已经好几天没有更新乌克兰那边的一个情况，但是也不代表着那边没有发生一些变化，没有一些新的情况。所以在今天的视频中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现在乌克兰那边是个啥子情况。如果说你们也准备好了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哈 ，Marky 今天又来了。当然，现在刚刚出来，在这边在园子里面散一会儿步，想说一下今天的天气。虽然说成都这几天很明显的降温了，但是天气还是可以。前2天 Marky 感冒了，哎呀，应该就是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，降温降得太快了，太突然了，这个身体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，就感冒了。哎呀！但是在上一个视频中，我也给你们看了一个我发现的一个非常厉害的治疗方式，那就是多喝热水。Marky 昨天也确实多喝了热水，然后今天已经好很多了。那么虽然说这个喝热水可以帮助到我们身体的大部分的事情，但是非常恐怕，可能乌克兰那边的人这个方法就帮不了了。我们现在先看一下乌克兰那边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，什么状态。Oh my god！ 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乌克兰还是像以前那个样子，很乱，很危险。而且很多人都在尝试着从那边跑走，跑到其他的地方，比如说像我们德国那边跑到这种安全的地方去。所以说乌克兰那边的一个情况现在并没有非常稳定，非常安全下来。哎呀呀，还是很可怜那边的人。现在还是有很大的危险和困难。那么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，乌克兰那边的情况现在还是像以前那个样子，并没有稳定下来或者好下来。现在那边的人还是天天在过一个很危险、很困难的一个时间。他们那边现在大部分的地方、大部分的地区，所有的东西都缺水、缺电、缺食物、缺安全，很多城市已经基本上没有办法在里面住了，所以他们全部都跑到乌克兰还比较安全的城市和地方，或者说直接跑到国外到安全一点的地方去了。那么毕竟这个事情并没有什么变化或者好转，为什么前几天关于这个事情的消息变得这么少呢？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去讨论这个事儿呢？其实我觉得这个回答又简单又复杂。Marky 一直认为人可以习惯所有的东西，当然好的东西我们习惯得快，不好的东西习惯的稍微慢一些。那么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冲突的事情已经持续了差不多1个多月了，时间也不短了。我是觉得大部分的人已经开始慢慢习惯这个状态了，这个事情了。那么他们习惯了之后，当然不会去多管这个事情，
不会去多讨论这个事情。你们还记得吗？这个事情刚开始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在疯狂的说这个事情，所有的新闻上面都是这个话题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事情已经没有那么火了，它已经吸引不了这么多关注。我觉得人就是这样的。那么最后咱们再来说一下 Marky 觉得这个事情现在应该怎么解决。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，通过军事解决方式，这个事情肯定不好解决，这个事情就会导致双方或者说更多的地方有很大的损失，有很多麻烦，有很多坏处。所以说 Marky 还是像以前一样觉得现在更重要了，现在大家都要一起坐下来，坐在一个地方，好好说一下这个事情，好好说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，有什么意见，好好讨论一下这个事情，然后一起找一个办法解决，找一个让所有的人，让双方都满意，让他们可以有面子的解决掉这个事情，然后恢复到一个稍微正常一点的环境和关系。那么我的朋友们，这个事情你们怎么看呢？在你们的看法中，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的事情该怎么解决呢？有哪一些好的解决方案呢？评论里面跟马克说一下。今天的这个分享其实也差不多了，也比较短，也比较简单。其实我只想提醒一下大家，乌克兰那边的人现在还是在原来的状态下，只是说现在没有那么多人讨论这个事情。如果说你们觉得今天的分享还不错，又学到了一些新的东西，那我非常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点赞、你们的关注、你们的转发。如果你们喜欢看 Marky 的视频，那我非常希望你们在下一期视频又过来看一下我要去哪里耍。